乌克兰最强火炮上场，现在的乌俄战场到处都是无人机。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乌军却装备了一款重型火炮203毫米 M10自行榴弹炮。巧的是，台湾也装备了这款榴弹炮，甚至在台湾这边还有其他老旧火炮，比如240毫米 M1 榴弹炮、M115型203毫米牵引式榴弹炮、M59型155毫米牵引火炮。以上这些无论是射程、机动性都不如当前的自行榴弹炮。那么在现代战场，重型火炮能起到什么作用？乌克兰会如何使用 M10？ 台湾的火炮实力又是怎样的？在乌俄战争这几年的时间里，地面部队的战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期的那种高机动、穿插迂回的装甲狂飙没影了，双方完全陷入了高强度的阵地战。每天霸占媒体头条的都是 FPV 无人机钻坦克舱盖，或者精确制导炸弹天降正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火炮没用了，无论是摧毁俄军加固的地下工事，还是进行激烈的反炮兵火力压制，大口径火炮的地位没人能撼动，除非把核弹拿来。于是2026年初，乌克兰武装部队第52独立炮兵旅宣布了一个重大新闻，他们接收了乌军有史以来最庞大、最暴力的火炮系统之一——美制 M10A2 型203毫米自行榴弹炮。这玩意儿是北约历史上装备过的最大口径榴弹炮。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国产的 2S22 伯赫达纳、捷克送来的 RM70 吸血鬼火箭炮，现在又塞进来了这批 M10A2 重炮。这三款武器放一块，构建了一个高度互补的火力网。具体怎么玩，咱们后面细说。先来看看这位 M10老爷爷。论辈分， M10系列相当高，这是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了应对苏联钢铁洪流而专门研发的重型火力平台。设计初衷简单粗暴，给军一级的作战单位提供一种超越传统155毫米口径的毁灭性打击能力。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北约国家觉得这玩意儿太笨重，后勤压力太大，于是逐步将其淘汰，把整个火炮体系都标准化为155毫米口径。但这并不意味着 M10就变废铁了，很多国家都没舍得把它切碎回炉，而是涂上厚厚的防锈油，长期封存在了地下车库里。这次乌克兰拿到的 M10A2 就是从盟友的仓库里掏出来的盲盒。老东家是希腊，作为曾经的冷战最前线，希腊陆军长期维持着一支重装火炮部队。只是 M10的辈分太大，希腊决定全面向155毫米口径过渡。毕竟在自动化、物流补给以及北约多国兼容性上，155毫米系统确实强太多了。2025年10月，希腊那边传出消息，雅典政府打算通过捷克向乌克兰出售60门 M10A2， 还附带了大约15万发203毫米口径的炮弹。这个超大杯的火力盲盒总价值超过了 1.99 亿欧元。乌克兰拿到的 M10A2 属于该系列的最终改进完全体，在射程、精度和火力持续性上比早期型号强了不止一个档次。M10A2 的灵魂就是安装在 M158 炮架上的。那门 M201A1 型203毫米榴弹炮，早期基础型的 M10炮管很短，看起来像个粗壮的大土豆，而 A2 版本直接把炮管拉长到了25倍径，炮口加装了双式炮口制推器，炮管长了就可以装填能量更大、数量更多的推进药包，打得更远。不过由于是几十年前的产物，改进版也就那样，与现代自行火炮相差甚远。M10A2 在装填方式上主打一个复古与科技的结合体，203毫米的炮弹每一发重量都超过90公斤，如果全靠人工搬，装填手打完一场仗，估计腰间盘就直接突出。为了保住炮兵的腰， M10A2 在车体左后方配备了一套液压驱动的装弹机和推弹机，这套系统能像机械臂一样，把放在地上或者弹药车上的炮弹抓起来，然后对准炮膛推进去。不过弹丸是推进去了，但发射所需的火药包依然得靠几个壮汉炮手手动一包一包的往炮膛里塞，最后再手动关上炮栓。这种半自动的操作逻辑，在今天那些动不动就全自动装填的卡车炮面前，确实显得非常原始和笨拙，1分钟最多也就打个1到2发。既然这玩意儿这么老这么慢，为什么还能被冠上最强名号？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所谓的最强指的是物理会上上限。在特定任务里， M10A2 具备不可替代性。俄罗斯在顿巴斯挖了几年战壕，现在的防线全都是厚达数米的钢筋混凝土掩体。如果你用155毫米火炮去啃，可能需要连续命中好几次才能把表层的混凝土刮掉一层皮。但是203毫米火炮就不一样了，只需要1到2次直接命中，巨大的动能和装药量就能瞬间击穿顶层，或者引发剧烈的震荡波，直接让整个地堡的结构发生崩塌，里面的人就算没被炸死，也被震得七窍流血了。M10A2 的强还体现在它的弹药家族上，
最常用的是 M106 高爆弹，一颗弹丸重达92.53公斤，里面塞满了高爆炸药。如果挂上8号药包，直接能砸到22.9公里外的地方，一发下去，哪怕是加固的防御支撑点也会被瞬间抹平。还有就是 M650 远程火箭增程弹，结合了传统火炮的敌火推力与火箭增程技术，在炮弹飞到最高点的时候，火箭点火，在9号药包支持下，射程直接飙升到30公里以上。这意味着 M10A2 可以躲在相对安全的战线后方，对俄军纵深的弹药库和指挥所进行精确点名。最不讲武德的是 M404 和 M509A1。M404 里面包了104枚防空法人员两用手榴弹，而 M509A1 更丧心病狂，携带了180枚双用途子弹药，专门用来对付成群结队冲锋的步兵或者隐藏在树林里的轻型装甲车辆。除了以上这些，大口径火炮还有一个隐藏属性，那就是心理压制效果。203毫米炮弹砸在地上，弹坑直径能超过10米，里面塞2辆家用轿车都没问题。这种级别的爆炸不仅能把地面的目标轰成渣，地下埋设的通信线缆、防御阵地的地基也会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士兵看到这场景，心里不会好受。在这方面，乌克兰已经试过了，的确有效。在2022年的基辅保卫战中，乌军就曾掏出过苏联时期的同级别怪物 2S7 牡丹203毫米火炮。当时牡丹火炮几发齐射，看着地上那种陨石坑一样的惨状，成了当时俄军心理防线崩溃、选择撤退的导火索之一。现在美制203毫米巨炮来了，这心理阴影面积估计又要扩大了。即使无人机在战场上乱飞， M10A2 依旧有发挥空间。火力军认为乌军可以将 M10A2 接入自研的数字化自动火控系统。以前是侦察兵打电话给指挥部，指挥部再念坐标给炮排，炮排再手摇方向盘。现在无人机发现俄军坦克，数据实时传到炮长的平板上，从发现目标到炮弹出膛，时间缩短了整整3倍。并且在使用 M10A2， 乌军是协同作战第52独立炮兵旅，成立于2025年8月1日，算是一支新锐部队。他们的核心 KPI 就是给前线步兵提供重火力撑腰，干翻俄军的炮兵阵地，把俄军后方的补给线炸上天。这个旅的武器配置属于乌克兰多层火力网络战术的教科书。打起来的话，首先出场的就是乌克兰自产的博赫达纳，跑得快，机动性满分，负责40公里以上的远距离精确打击，利用北约援助的制导炮弹对俄军的雷达、高级指挥所进行精确点名。捷克的吸血鬼火箭炮任务就一个 AOE 范围伤害，在乌军发起进攻前，吸血鬼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整车火箭弹倾泻到一个广阔的区域，用来压制俄军战壕，引爆雷区，或者把集结在空地上的俄军步兵炸得人仰马翻。就在俄军被火箭弹炸得晕头转向，全部钻进厚厚的地下掩体或钢筋混凝土防空洞， M10A2 登场，将那些155炮弹啃不动的坚固乌龟壳连人带壳一起砸成肉泥。当然了，火力军在这儿也不能光吹， M10A2 威力再大，它毕竟是冷战思维下的产物，在无人机时代，它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M10A2 标准的停车部署时间大约为8分钟，有点太慢了，并且为了减重， M10A2 没有顶部的装甲防护罩，整个火炮完全是敞篷的。在面对俄罗斯柳叶刀巡飞弹或者 FPV 穿越机时，炮组人员毫无还手之力。为了保命，乌克兰的后勤技工们也是绞尽脑汁，在接收这批火炮后，第一件事就是在车体上方焊上厚厚的钢筋网，顺便再给车上塞几个电子干扰设备，尽最大可能降低被廉价无人机剔透的风险。除了怕无人机， M10A2 还有一个大麻烦，那就是后勤。它需要13个人的乘组来伺候，而且车上没地方放那90多公斤的炮弹，所以每一门 M10A2 必须绑定一辆 M548履带式弹药运输车。这种1拖1甚至1拖2的行动模式，在现代高强度对抗中极其致命。只要俄军的无人机把后面运炮弹的车给炸了， M10A2 就是一块废铁。此外，203毫米巨炮的磨损也是个天文数字，因为装药量太大，炮管的寿命非常短，通常打个500到1000发左右，膛线就被磨平了，炮弹打出去就会乱飞，必须要频繁更换这根重达几吨的粗管子。对于乌克兰前线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地狱级的后勤考验。但不管怎么说，在乌俄战场上 M10绝对有一席之地。随着俄罗斯在扎波罗热和顿巴斯地区死咬住防线，建立纵深防御，传统的155毫米火炮已经力不从心。M10A2 的到来恰好给乌克兰提供了一把重锤。火力军估计，只要乌克兰的后勤技工们能保住这批老旧的炮管，这位从冷战穿越过来的老爷爷战绩不会少。除了在乌克兰前线当拆迁办之外，在南亚次大陆，巴基斯坦陆军依然把 M10当成宝贝，主要部署在印巴边境的争议地区。印度喜欢在山上修钢筋混凝土碉堡，巴基斯坦就拿 M10那90多公斤的大爆破弹去啃，
主打一个大力出奇迹。在中东，土耳其也保留了一定数量的现役 M110，平时就拉到叙利亚或者伊拉克边境，对着库尔德武装的阵地进行远程火力袭击。约旦则是比较佛系，把这批老炮塞到了2线预备役，或者直接焊在固定防区里当火力补充。欧洲的希腊正在逐步淘汰这批冷战遗产，原本145辆的库存，已经有60辆确定通过捷克转手给了乌克兰。在亚洲，台湾也装备了不少 M110，并且属于主力装备。在台湾这边 ，M110 不是什么预备役或者垫底的破烂，而是正儿八经的现役核心装备，目前大概还保持着70辆的规模。这些重炮主要隶属于陆军第6军团与第10军团的炮兵群，平时连的也相当勤快。2024年8月8日，台湾陆军搞了一场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当时多辆 M110A2 自行榴弹炮在沙滩阵地上一字排开，那场面确实有点震撼。那次演习证明了一个非常离谱的事实，这些服役时间已经超过40年的火炮，在机械结构和液压系统上依然维持着极高的完好率。火力军很好奇，这到底是当年美国底特律的钢铁质量太好，还是台湾的后勤技工们有一手，能把40年前的液压泵维护的滴油不漏。到了2025年7月的汉光41号演习， M110A2 被军方整合进了一个叫做杀伤区工程的战术演练里。虽然当时媒体的长枪短炮都对准了海马斯 M1A2T 上，老迈的 M110A2 连个头条都没混上，但在模拟的城镇防御战斗中， M110A2 承担了中后方火力保障的绝对火力，特别是在掩护预备役步兵旅防御城市核心区的时候，它表现出了极其稳定的火力输出能力。台湾当年引进的这批 M110A2 也是中级升级的完全体。不过火炮威力再大，在新型化的战场上，如果还是靠炮长拿个望远镜大喊坐标，多少有点拖后腿。火力军估计，为了让这批爷爷辈的老炮能够强行适应21世纪的数字化战场，军方大概率会进行升级，比如之前的博胜案，将 M110A2 部队初步整合进台军的战术数据链中。不过因为火炮本身的机械结构太老，它的液压俯仰机构和方向转动需要炮手进行手动控制。不管怎么说，台湾的防卫固守战略框架中， M110A2 的大规模杀伤效能属于反登陆作战的关键点。随着战场从滩头向城市密集区推进，这台老炮还会摇身一变，成为城市巷战中的远程拆迁器。除了 M110A2， 台湾还有其他老炮，比如那门堪称图腾的240毫米 M1 榴弹炮，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黑龙巨炮。这被认为是台湾炮兵最具象征意义的武器。这是2战时期美军研发的最重型的野战炮，全重达到了29吨，一发炮弹就重达163.3公斤，炮手搬炮弹都得用专用的起重吊车，这玩意儿根本没法机动。几十年来，他们被永久掩埋在金门和马祖的地下花岗岩堡垒中，平时大门紧闭，只有实弹射击时才会推出来吼一嗓子。它存在的意义，与其说是实战，不如说是为了保持一种心理上的要塞威慑。还有 M110的亲爹 M115 203型牵引式榴弹炮，这东西连底盘都没有，得靠大卡车拖着走。目前主要扔给预备役部队使用，军方的想法是把它作为固定火力点，专门执行大面积拦截任务。这种纯机械的老炮还有一个隐藏优势，那就是完全不依赖昂贵的电子元件。如果在战争初期遭到强电子脉冲干扰，先进的数字化火炮全部趴窝，这种只要有火药就能打的铁疙瘩依然具备基本的战斗力。在外岛防御中保留了 M59型155毫米牵引火炮，也就是著名的长角汤姆，用于海岸防御火力压制。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台湾的炮兵是不是全靠这些博物馆馆藏在撑场面？当然不是，目前的台湾炮兵正处于转型阵痛期，正在从机械化重炮的旧时代迈入分布式精确打击的新纪元。台湾手里比较现代化的自行榴弹炮主力是 M109A2 和 A5 型，大概有225辆，这算中规中矩。不过军方已经采购了最新型的 M109A7， 数量在120到168辆之间。这款火炮最大的升级就是引入了帕拉丁整合管理系统，允许火炮在接到目标坐标后的短短60秒内完成停车、首发定位、开火，然后在1分钟之内迅速挂档撤离阵地。这种极致的打带跑能力，在面对无人机群和反炮兵雷达时，极大地提高了生存率。重头戏远程火箭炮，那就是在乌俄战争爆发的海马斯。对于台湾来说，这属于改变游戏规则的不对称战力。在2025年12月完成新一轮的追加采购后，海马斯发射装置达到了111套，这个数量直接成为除美国之外的全球第2大用户。另外还有大概50套台湾本土研制的雷霆2000。除了买装备，台湾还已经与美国展开了深度的军工合作，直接在台湾本岛开启了155毫米炮弹以及相关发射药包的生产线。本土弹药供应链的建立，显著提升了战争爆发、海空被封锁后的后勤自给能力，不至于打个1星期就集体歇菜。
就整体战力来说，台湾正构建一个分布式而且具备极强韧性的火力网。首先就是离散化部署，在现代战争中，大规模的固定炮兵阵地就是给对方送人头，于是利用海马斯和 M109A7 的高机动性把它们打散，在全岛密如蛛网的隧道、桥洞和加固掩体间快速移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其次是 C4ISR 系统的深度整合，通过与美方实时共享情报卫星数据，台湾军方希望在第一波火力打击过后，依然能阻止其有效的反击。这时候确保那些幸存下来的 M10A2 等老旧重炮能够接收到目标信息，进行精确的补漏射击。除了以上这些， M10还有一个优势，它是一种低成本杀伤资源，体现的是一种战略韧性。乌俄战场证明，无论开战前准备了多少精确制导导弹，在高强度的消耗战中，产量永远跟不上消耗速度。导弹打光了，只能靠最传统的管身火炮来续命。203毫米和155毫米炮弹作为发展了上百年的成熟技术，不仅便宜，而且在长期对抗中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持续火力覆盖。这种重型钢铁投送填补了近程轻型火炮威力不足与远程制导导弹价格昂贵且数量稀少之间的火力真空，并且这些大威力的榴弹炮还能被当作诱饵使用。在演习中，台军会故意在一些开阔地铺设 M10A2 的假阵地，或者把报废的 M10推出来当靶子，从而为隐藏的海马斯等争取反击时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乌克兰能把 M10A2 玩转，是因为乌克兰拥有巨大的战略纵深，退一步海阔天空，而且北约情报共享加星链加无人机提供了极强的情报支持。而台湾是一个狭长的海岛，一旦发生冲突，这些移动缓慢且目标巨大的老旧炮兵阵地生存率并不高，如何使用还要看实战效果。总的来说，在现代战场 M10A2 这种重型榴弹炮确实显得非常陈旧，甚至有点滑稽，但并非一无是处。至于这种榴弹炮能在未来的高科技冲突中撑多久，能不能扛住漫天飞舞的自杀无人机，咱们走着瞧。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 M10A2 能在乌俄战场发挥什么作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